在三轮车的带领下进入山里。这没有人介绍，根本找不来。大叔呢，这个介绍人，说不方便自己行，有的时候越熟人越好弄，我就没上。有些时候收东西啊，好多朋友说小哥你能不能收到宝物？有些时候也是需要介绍人呀，人缘你是圈了，有人会提供，不用啊，拿到拿好的话是吧？好长的是吧？有介绍，可没有办法，这边车开不过来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身体不太对劲儿哈。我这个做的俺可我才头年的做2次手术。哦，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有搞不懂的呀。说你有个你的谁说我耳朵？哦，耳朵不得疼。你要是有这毛病，急得我来痒的耳朵聋了。哦。哎，你大声对他说就行。就说你有个炉子。哦，包出来的是吧？这俺老爷爷传下来的是。哦。那别人给我20的我都，这10万我都没给他。我在下边住，我都说人家的，我都办完这了，可把这我偷去了。哎呀，这别的那小贩子啊，他也抢着我了，他都不出价。没让他就藏起来了。我都藏了，钱我也不给他。现在那小贩子也是有股东的啊，这抢着我的东西了，他不出价。我听到那个老刘说，你挺实在，他就你来看看。你看他家，你看这工艺，你就现在这工艺你也做不出来，做不了，做不那么好。过几百年了都。是啊，上百年了，一看老的清代的。俺老爷爷这的呢。是啊。原来俺那个家族也是大家族，有穷的也没有这东西。小门小户没这玩意儿。哎，没有。电腿像的。也当初也是大财主。说我也直来直去啊，你这你想卖多少钱呢？这个我的心是卖2万块钱。你要咱就实在点的，我听老刘说你也挺实在。就18000块钱一包。你看我实在不？你看他这个脚要不是这个样，我不是说这样哈，做了2次，我得不出手的。还是有点重哈。还是重，还得回去一次呀。光重啊，做了2万多回重，还得再回去就整起来。是啊。哎。要不我也哎呦，真可不说的没有。他要是还待多少能回2个课，当时也搁不着的。这上边一天啊，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哈，这再早以前上边啊溜过筋，再早上边溜过筋呀，再早上边溜过筋，就是这个正常啊，上百年了，使用过程中它慢慢的就包浆了。以前溜过筋上边，哎有没说嘛，就级别挺高。那个时候古人铸造完了以后，他有的在上边再溜筋呀，再弄上一层筋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了。这上面有筋啊？哦，能看清吗？对，是吧？这个东西你要有了，你肯定发个大财的。这个东西没有。说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真喜欢这个东西啊，我只能说值咱就要，我也不跟你多说。一般没有说要2万给讲价的，一般都往上要。你实在我也实在，我不跟你讲价了，我就直接拿着了。你点一下，这是1万。
要不是老刘说你是那样，我这不干不上出手。你看老百姓不容易啊！你看，尤其是俺俩，我那腿是2个膝盖都坏了，我连刚出院1个月，他这就摊上了，一画好就完。这是8000，我点出2000，你给你看。行啊，我也没给你拿东西，这不是单独给你。谢谢你啊！单独给你。别的咱也不懂了，要不就还是这样，你不注意，它包装都别的。古代那个东西啊，那都找不了东西啊。哎，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。我跟你说哈，就是说啊，在老年间肯定就是说，你那个周常啊，衣食无忧，大户人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人在衣食无忧、有钱的情况下，才有闲心去玩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就是说这个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呢，它呢就可以再变成钱。也等于啥？它起到它的作用。对，就咱那个老祖那时候有，他可能也想到了，到后人手里买了钱，哎，能管上这用，他就起到他的作用了。当有钱的时候呢，就有句话叫什么？哎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富了治，难了出，就这个意思。我富的时候呢，我说治这东西；我难的时候呢，我再换成钱，也是他的一个传承的作用。刚才就说你是专业的，我说一看就清白的。哎，这个上边咱就说这工艺吧啊，他这是。他还用的什么呢？你看嘛，这上边这个酸泥，他用的这个珠子的形式表现。这个工艺，现在就说这么科技，他做出来，做不这么好，就是那种力度。咱说那力度，你看都是也是这个纹理。他现在有的用硅胶再重新翻模哈，翻模以后他做出来这个纹理就柔啊，哎，他一翻就不行了。再一个你看嘛，他用这个，咱不是说什么我喜欢在哪里呢？你看他完全用竹节的方式表现。你看这边其实它是一条龙。龙儿一条，一边一条龙，对，一边一条龙。你看他用珠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有历史记载的，有他这一种和金木似的。节高，那天我有一个东西。但是要的加节高还没看出，加上那个檀香油，心境踏实。那我就保持了哈，别出来。哎。有多少？跟这个大书信几个，上边都是人金的，上边还依稀可见当时的，就是说留的这一面。那这个炉子，它表现出的是什么呢？铜器啊，和瓷器啊，点燃亮的。铜器给人一种温啊，一种就跟王世襄大家王世襄淡淡木木，静而不宣，金光内涵，给人的感觉呢，就是说沉稳啊，就是给人一种静态。而瓷器呢，给人一种华丽，给人一种奢华，而这个炉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而且这是一整套那种底座、中间包括盖儿，关键呢，你发现了吗？是竹节写的，这也是我们拿盖的，寓意礼千秋。那么焚香寓意香火延绵，节节自潮。你就想象当时古代的寓意多好，中期尺寸得以小四。非常漂亮。我说啊，一件好的东西啊，它给人的感受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种感受是普通东西给予不了的。咱就看上边这种蛋壳，这种精细的程度啊，你看苍劲囚笼的这种程度，你看上边灵动这种程度，包浆的这种浓厚啊，当时的工艺可以说是叹为观止。你看当时这种铸造的工艺啊，这么细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一体铸造的，非常难。什么都不输啊，给你一看就透露着精致啊，那这就是好的艺术品。我是收藏小哥，
喜欢收藏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请给我点赞。没再说。我那时候老得留下这个玉章，卖他们。你想卖多少钱的说？还这也知不道卖多少钱，反正就看着给吧。石头的，还挺。说这个东西有点太贵重了。啊，反正你那个什么，你要不你跟孩子商量商量看。反正啥个东西要看着。我说你跟孩子商量商量看，跟家里。好商量商量，不商量是没什么事的。你说看着给吧，不愿商量了。不行啊，说这个东西太贵重了。这个东西太贵重了。嗷没磕，说你再商量商量看吧。这商量不商量的不要紧啊！你这年轻人想怎么个事呢？卖了就给钱就行了。不行，说你这个，你真得商量商量。这东西真挺值钱，它不是个小钱啊。这个实际上不愿商量，反正是咱就个人说算了。不是你跟家里人知道吗？你们家里人就说给他的就行。现在都不在家，反正也是有眼镜也不懂，你说看着来的吧。我说你这样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留个电话给我，你跟家里啊，你多少说一句，你要不这个东西太贵重，我不敢收，我真不敢收。你这样，你一会儿啊，这样我记你一个电话，呢，到时候。跟家里人都沟通明白了呢，我再来，你看行吗？我不是说我不要。现在年轻的事儿挺多，其实我觉着没什么问题，咱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反正是咱愿意买就买，这商量不商量的也问题不大，反正是你给我钱，我买就行啊。不是啊，说这个我不是说我不想要，我是很想要，我不是说这个真挺贵重，我它不是那个事儿。你这样啊，你回去你那个我稍微商量一下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的，你这样你干多少再来？我不行，我明天或者后天我再来。也行，你到哪来，我到哪从家。行。你这年轻人干事那么小心，我没什么问题。我这样，我改天我再来，你放心。好嘞，你改天再来。好嘞。感觉啊，前两天我现在有点颤抖，在做梦呢。前两天收的这个灵果啊，我就感觉级别不低。灵果像这么好的，说老的也少，因为这种咱都说那个顶戴花翎嘛。那时候这是官帽上用的，花翎子的官帽上，我把它戴着，和田玉的，清代做工非常不错，想不到今天遇到了一个玉玺，一个西装送啊，我都不敢相信，猛个腚拿出来，我讲这个东西太贵重了，你知道这么大一颗料子像新的多少钱吗？你可不只是说10万20万啊，你这么大的一个玉玺，一看清代的老雕工，你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咱不敢弄啊！你弄了以后，你到时候有时候遇到这种东西，你特别，你要是个年轻的，好说好拉，你像这大叔，你非说是自己的，你这东西，哎呀。这是真没想到的，这种都可以用喜来形容的。那时候是民间的叫印，叫章，那皇家的叫喜，这个就能达到一个喜的地步。关键我看了还是个素章啊，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慢慢流传下来。清代的，一看就是清代的，级别低不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越到这种时候啊，好多朋友都着急，想跟你人家给你东西，你给人钱不就行？有时候它不是这个事儿，像这么重要的东西。你不商量好了，咱拿了，咱也烧的慌。所谓君子如玉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古代雕一块玉，少则年了半载，多则数年。没有机械电动工具的加持下，一点点雕出来，就不说工具，就说这么大的一块资料，多少钱？所以说啊，这东西太贵重，吓得就咱都不敢收了，必须得让人家儿女或者家人都知道。
你这你没法弄。然后明天在这打电话，能中呀，希望有缘分，咱能做得到。哎，宝贝出民间，有些东西就是这样，缘分，有缘者得呀。